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天津卫视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好，那接下来呢，让我们看一看今天的嘉宾遇到了怎样的困惑，请开门。首先要疗愈的是本期第一对情感嘉宾李先生，43岁，来自黑龙江；文创个体黄女士，41岁，来自黑龙江，销售。他们究竟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你来参加节目的诉求是什么？我们离婚也有7年了，但一直是离婚不离家。为了孩子，我还是想和他复婚，给孩子们一个完整的家。他身上的问题一直没改，我们怎么复婚？难道再离一次吗？他就是小心眼儿，疑神疑鬼。我就是平时大大咧咧，就他总把人往歪了想。如果不是他经常骗我，我会怀疑他吗？我一想到以前的事儿，真的有阴影了。哎呀，这复杂了。其实吧，我觉得也没什么大问题，但是吧，有些时候他总把小事给扩大化。比如说，我爱打个麻将，哎，在他眼里就是个事儿了。他总是挑三拣四，就不愿意让我打这个麻将。你说打一场2场行了，天天打，早上打，晚上打，一天到晚的家里活不干。最不能容忍是啥呢？跟人家打麻将还眉来眼去的。啥眉来眼去啊？我都看见了。有一次晚上挺晚了也没回来，我就听我去接他吧。我刚一开门，我就听见那个王哥这么说的，说老妹儿啊，我都想你了，这几天你怎么不来打麻将了呢？跟别人打都没有心情了。就简单一句问候语。老师们是这么个情况，我们那个麻将社是一个村里的，然后吧，平时就是你来我往，关系非常好。有的时候可能就是成人之间一个礼貌用语，你看你咋没来呢？我想你了，这我感觉没啥呀。就是隔壁的老王哥问了一句：“妹儿，你咋没来是吧？”他的眉开眼笑啊，那家伙，哎呀，我也想你了。这几天我这不有事儿嘛，这几天回来之后，我就天天陪你玩了。你看。对我平时都没有这种感觉啊！人家跟我笑呵说的，我揍人家一顿呢。说实话，我们四川人老打麻将，你打麻将也会说这种话。你说，哎呀，你怎么好久没见你，我可想你了。男男女女，特别是亲近的朋友之间，还有同事之间，基本上都是一种打招呼的方式，就不是说老师暧昧才这样，就没有觉得是暧昧，就是一种打招呼的方式。对呀，就是一句话而已，我觉得没有任何事儿。行，这事儿过去了，完了，他那天说。跟他们朋友一块出去吃饭，都4、5个小时了还不回来，天都已经很黑了，我就给他打电话啊，问问他吃没吃完呢，啥时候回来呀？你那是好打电话吗？老师打一遍也不接，打一遍也不接。我出去吃个饭，我跟他说了，我说我要出去吃个饭，你就知道这件事就完全可以了。没完到了给我打电话，一遍又一遍，3分2分就打一遍，3分2分打一遍。你说我吃个饭，那你要是打了回应我了，你吃没吃完，几点回来，我不就放心了吗？你担心啥？比如说是，小心眼病犯了，会情人去了啊，都是他自己在猜想。哎，大姐，我问一下啊，这两桩事儿啊，就他猜想也好，听到了什么也好，是发生在你们是婚姻内，还是说这是离婚之后的事儿？就是离婚以后复合以后的事儿。你们俩不还没复合呢吗？就是在一起，因为离婚不离家嘛，就这段时间发生的事。那离婚不离家是在一起啊，还是不在一起啊？我们是05年，结婚的，完了在17年吧，我们俩就离了，分手了。为啥离了？当时就是一些小事儿呗，说白了就是一些小心眼病，成天怀疑你这个那个的。就像他刚才所说的啊，你这时间长不回来了，是不是跟别人干点啥呀？大多数就是因为这个事儿。平时总玩手机，网上聊天，背着我，QQ就在那打字，打得可快了。再就网上电脑上聊天，平时我要是到跟前瞅瞅，马上就退出了。不是老师，我现在就是那个手机上好友非常多，朋友啊、同学呀，本身我还是做销售的，肯定有很多事儿在里面。你的意思是说，你聊啊聊啊聊的都是客户和这个同学什么的？对呀。我觉得他还是正常聊的也有，但是不正常的也有。完了之后有一天吧，我就看他手机在那个炕上放着呢，哎，可找到机会了，我就赶紧拿过来，我想看一看到底有没有什么秘密。看见那个有好几条暧昧短信，说啥？是王哥发来的，说的老妹儿啊，我都想你了，这几天忙啥呢？你呢给人回了，王哥我也想你了，我这几天这不有事儿吗？不是你说到哪儿说的？人家说想我了，人家说跟我
干点啥呀？这话说的不是，这王哥是后来打麻将那隔壁的王哥吗？是，完了我发现这个暧昧短信之后，因为之前在别的记录他都删得很干净，我也看不着啊。完了之后呢，我就把他那个手机抢过来了。这时候他就不让啊，拼命得往回抢。你说要是没有啥那个怕人看的，他会往回抢吗？他越不让我看，我就越想看。完了那次我就给他手机抢来了，他就跟我抢啊，就往回抢。那天给我的衣服袖子都扯坏了，抢来了。我是看这是啥吗？删的挺干净，咱也啥也查不到啊。完我就上电脑上查那个话费详单，不看不知道，这一查呀，哎呀，每天的通话记录都得有10多次，少的时候就是几分钟，多的时候1个小时以上。都是这一个人，都是这同一个号码。那不就打个电话吗？哎不，大姐，你给同一个人每天打10多个电话，那可真不是就打个电话啊。不是，老师是这情况，我们俩吧平时也有矛盾，家里边这事儿那事儿的，可能是心理压力比较重，然后2个人就感觉，哎呀，听听我说说心里话，我听听你说心里话，感觉这事儿心理压力可能就释放了。这还是你们离婚之后，就离婚不离家期间发生的事儿是吧？啊，就其实之前离婚呢，也是鸡毛蒜皮这些捕风捉影的事而离的啊，也说不出来个所以然，反正离了，冲动下证办了，但俩人没分开，还保持着原来婚姻的那种方式，生活方式一样是吧？对，你们有孩子吗？有2个孩子，2个孩子，男孩女孩？一个男孩，一个女孩。哎呦，那这幸福之家本来是哈。多大了呢？孩子多大？儿子20了，我闺女12。所以你们2口子事，孩子们也都看在眼里啊，这么大了。对，因为我那个也分开过一段，完了之后回来哪次看见孩子爸爸的可爱了，完了之后看见他们也挺开心的，完了就这么着，现在一块儿又这么凑合过着呢。那现在怎么女方突然想到要复婚了呢？你说，离婚了，但是这个家还在一起过。这算咋回事啊？而且孩子大了，万一对他有影响呢？那你说当大人的不也心里头不是也有遗憾的吗？所以说我就想着，要如果在一起的话，就把这证领了；如果不在一起的话，那就分开。你始终这个担心怀疑都是这老王吗？还有别人吗？也有，还有，但是具体我不太清楚。那什么现象？怀疑有对你怀疑什么？就有什么让你觉得有怀疑，值得怀疑？有一次咋的呢？我当时我记得很清楚，我做咱那个保险销售。然后有的时候会出去学习，然后可能时间也长了，或者几个小时，你还得去谈客户，可能就几个小时，他就给我打电话问我你啥时候回来，我就跟他说我不一定啥时候回来，也许时间长，也许时间短，这又开始打电话了。对呀，都已经挺晚了，我就问他，我说那个你忙完了吗？啥时候回来呀？没有车的话，一会儿我去接你吧。他说我跟那个朋友在一块吃饭呢。我说都有谁呀？他说都是一些同事，挺多人呢。说了你也不认识。等一会儿我就搭他们方便车就回去了，我就在这等他也不回，又等也不回，我这心里吧又开始不得劲儿了。完了我就也没告诉他，我自己开车就去他那个镇上了。我寻思给他接回来，到那之后我寻思给他打个电话，问问他在哪家饭店呢？我就是不去打扰你，我在外边等着你，等你完事之后咱们一起回家。左打也不接，右打也不接，再不就正在通话中。你说你想干啥？我都告诉你了，我告诉你我谈业务，你总给我打电话，我在客户面前我能不能有点脸面呢？因为我是有事儿，我告诉你我心里有你，我才在乎你，我才会去接你。你那是小心眼病犯了，你想看着我监督我，你是这个出发点。又过了半个小时，给我回电话了啊！我在哪个烧烤店呢？你来吧。我寻思这有消息了，赶紧去吧。到那个烧烤店一看，他和一个同事就他俩人，刚点的串，一个还没上呢。完了，这时候我就感觉不对劲儿，正好桌上他手机在桌子放着呢，我就抢过来了。抢过来我一看，这不是这同事几分钟之前刚联系完的，这说明啥呢？之前他那好几个小时说不上干啥去了呢？那是你猜的，那我们俩别让他猜，你告诉他不就得了吗？这多容易一个事儿啊！想过不想过吧？不是我，你想不想跟他复婚吧？那当然了，特别简单，你拍个视频。我是觉得我和这些人在一起，他说了他也不一定信。你看刘老师，你看啊，就作为男人是吧？现在咱都男人，如果你老婆是这种情况，你会怀疑吗？会呀，你看会，心理咨询师都会怀疑。你别说老婆了，这老公是这样，我也不干。但我也会难受，因为我觉得一个男的不停的给我打电话，我都跟他讲我在忙了。而且我知道他的性格，就是我打了一个电话，我接完了，他还会过一会儿再打，因为他一直有不安全感。
所以我就会不想再打了，也不想再接了。先生，我问一句啊，你为什么这么不相信他？咱们没有办法去找出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儿啊，咱不判案，但是你为啥那么不相信他？你是真的发现过什么事儿？他啥事都骗我，这些事儿已经太多了。我想问一下，他在你们结婚的那段期间，有结婚证的那段期间，他做过哪些骗你的事儿？确确实实是骗你了，你告诉给我们。那个时候去那个市里买衣服，他就经常就是各种理由吧，晚上不回家。老师是这样的，我们家吧离市里比较远，我也不会开车。女人嘛爱逛街，而且我一年也就去个3次2次，我还不经常去。有的时候可能就晚了，车错过去了。我想着搁这住一宿吧，可能花不30几十的，然后再来回坐车的话也不省钱。如果你要是让我放心了呢，我就给他打个视频，看一下子你在哪儿，跟谁在一起，我不就放心了吗？可是呢，给他发视频，他就是不接，给我挂断，发视频挂断，发视频挂断。是从来都不接吗？还是曾经也接过？曾经也接过。后来就是嫌烦，后来我就觉得太烦了，我就不想接了。我们这个就是田夫猜忌前妻这个事儿，咱告一段落。反正听明白了，具体证据是没有，但就是怀疑哈。对。那除了这个问题之外啊，你们俩之间还有其他的问题吗？在家里吧，这个孩子我特别有这个老姑娘特别可爱，我特别喜欢她。完了呢，现在我们就是挣钱呢，我还交给她来保管。之前就是她这个种种的事儿吧，有怀疑也好，心里不甘也好。但是呢，我心里还是在乎他，有他的。在他那个过生日的时候，我给他买了一个小礼物，不算太贵吧，1000块钱的钻戒。哎呀，你可别磕碜人了，1000块钱钻戒，你都看不着这玩意儿钻搁哪儿了，哪是钻呢？我得拿放大镜瞅去，那钻搁哪儿呢？还钻戒，我的妈！那也代表我的心意嘛。我这平时我这零花钱就那点儿啊。那我的心意就挺好了呗。是你有这个心，我不承认，我不说你抠行吗？但是这抠是摆在事眼前的。我就平时买点特价菜、特价水果，那个学吧。你学的是啥呀？学的是烂掉的那部分，那不是光是蔫的，是烂的。谁家吃烂东西呀？那你说吃了对身体能好吗？所以他抠抠搜搜这劲儿，你也看不上呗，是吧？我肯定看不上啊。那还有啥看不上的？老师，咱都是女人对吧？爱买几件衣服很正常吧，而且我买衣服我还不买太贵的，100、200的，180的，然后有几件，然后有一天我说，哎呀，我想买2件衣服去，我感觉没啥衣服穿了。他说啥啊？你还买衣服？你看你那衣柜呀，你瞅瞅那大一堆，我能给你找出20条裤子。我们家那大衣柜四开门的，我跟我姑娘我儿子的占1/3，他自己的。他得占2/3。哪个女人人家那老公给自己媳妇宠的呀？你看人家有啥咱有啥，我这没说人家有啥我有啥，我就几件廉价衣服都不行吗？从来也不送过我的啥，就是那一次送了那1000块钱的钻戒，算送我东西了。从来没送。女士，这听起来你还复啥婚呀？又抠搜又不疼爱你，买东西买不到心里，又天天盯你的梢，怀疑你，给你扣屎盆子，说你和隔壁老王怎么着。说白了，你还跟他复啥婚啊？这不是为了孩子有一个完整的家吗？对他吧，这些年虽然是说吵吵闹闹的，但是谁家那日子不是一地鸡毛呢？我就想着，哎呀，对付过吧，毕竟也这个年龄了，半辈子了。我也是这么想，多少也是有感情的。行，你想复婚，但是前夫先生现在不想复是吧？对。那你准备你们这关系怎么着？他这个除了这些毛病之外，还不会做饭，做饭还不好吃。说我烙那饼能砸死个人，说我那白菜炖的是猪屎味儿，我不也吃了吗？我也没单吃小道去。他不会用心去做呀。啊。他打麻将有时间，回来做饭，刷10多分钟好饭了。那你提一下啊，前夫，他做到什么样的状态，你就说这婚可以复了，我能再娶你一次。就是跟外边吧这些关系吧，咱们就是有个度，没有那些个闲聊。你不聊天不唠嗑能承担不，咱不解释，不去这个拌嘴哈。就他提他的要求，您想您能不能做到？做不到，咱就做不到，没什么好吵的。还有要求吗？咱打麻将嘛可以打，但是逢年过节了，亲戚朋友在一起了，打一打可以，减少打麻将，经常打。还有没有第3个？尽量外出的时候吧，早点回家。他一般几点回来？都得9点以后，10点左右。所以你就这3个要求，他能做到，咱就复婚；做不到，就还这么凑合着，是这意思吧？对。你们是小情侣还是小夫妻？情侣。点评一下吧。我其实挺理解这个大哥的，因为我爱你才会对你疑神疑鬼。如果我像这个大姐一样，那你早就没了。
姑娘对着男朋友说的，对，说男朋友是在点人了，这直接点。帅哥，我感觉我跟大哥是一样的，我感觉这大哥就是以后我未来的影像，这一直这样，以后我可怎么办呢？这怎么过呀？太吓人了，这也还有没有未来都不知道了。听听老师们的建议吧啊，来，你们两个彼此都不知道自己到底想找什么样的人，或者也都不了解你们找的这个人是什么样一个性格特点。你俩第一个都是急脾气，第二个看着不怎么急啊，但你俩其实都是急脾气，也就是遇到点事儿性子一下就起来了。这个时候如果对方再稍微说两句拱火的话，可能就是多问两句，你们都会认为就是拱火的话，你们就会按耐不住脾气，并且不会用说话的方式去好好沟通，直接就上火了。第二个，我刚刚说的，你们并不知道自己想找什么样的人，也就是你老公本身就是一个木讷、不善于言表的人，他不会那种甜言蜜语，他就是那种蔫着、闷着，还就小心眼儿，他就是小心眼儿男人。但是这个小心眼儿男人，他恰恰能够把钱全部交给你，他能够放心的把家给管好，他可能做不到你说那种，但他能够在家里踏踏实实做饭，能够不像其他男人一样出去打了牌天天不回家，他是下班应该就在家里待着。然后还有一个，他可能就是有些时候对你来讲好欺负。对于男方来讲，你想找着老婆，他最大的优点就是他会来事儿。我所说的他会来事儿，就是他可能就是喜欢说话，可能有些时候就是能把别人都能够围得很好。他的特点就像一个蝴蝶一样，就在外面飞，而你被他吸引，就是因为他像蝴蝶一样在外面飞。那如果你接受不了他像一个蝴蝶一样跟外面飞，然后跟别人一起说话甜言蜜语的，那你没有办法跟他在一起过。如果你的心胸不能大一点，你跟他过在一起你就会很痛苦，这就是你老婆的特点。所以如果今天要我给建议，不如你们双方分开过，如果真正想在一起，重新想清楚自己到底想跟什么样的人结婚。如果真的想要选择对方，重新谈一次恋爱，重新谈1年到2年的恋爱，再考虑要不要复婚这件事情。谢谢。其实我在听你们的故事的时候，我觉得这个离婚啊，对于你们来说它就是个词儿，没有任何意义。所以复婚对于你们来说也是一个词，也不会意味着有什么特别的改变和意义。在你们刚才的这个讲述里，我有2个关键词，我觉得和你们一起分享啊，咱们一起去探讨。一个叫权责的混乱，还有一个关键词叫体面。混乱就在于，我觉得你们一致反映说，你们是因为了给孩子维持一个完整的家，所以离婚不离家。但是你们仔细往回溯一下你们刚才的讲述里，你们到底提到过几次孩子？感觉好像是因为孩子的这个原因，把你们俩不得不聚到一起。但其实对于你们2人来说，你们所有探讨都是你们作为夫妻2个人，或者前夫和前妻，在一个家庭生活当中，你们的情感矛盾。这个本身应该是随着离婚，这个权责已经应该消失掉的。所以你们现在首先在这一点上是混乱的，而且孩子还知道你们已经离婚的状况。你们到底传递给孩子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婚姻观？混乱的婚姻观吗？可以权责不分吗？你们真的是在为了孩子有一个完整的家，一个得体的婚姻观的教育而凑到一块儿，不得已而生活在一个屋檐下的吗？还是为了你们自己？作为一个丈夫，或者作为一个前夫，或者处在一个现在如此混乱的一个情感关系当中的一个男人，他是非常非常没有自己的那种所属感和归属感的，他没有安全感。因为你把你最好的东西都给外面呈现出来了，甚至于对于他想要主动靠近你的这个过程，你是拒绝的。你们2个人没有足够的亲密度，它不是意味着你们2个人还在以一种夫妻的事实生活在这个屋檐下，你们就足够亲密了，并不是这样。心理上没有那种亲密度在，没有分享，没有沟通。你把你大量的情绪都用在了外面，大量的精力也都用在了对外的社交上。他不能接受这个事儿，不等于他不能接受你的工作，他只是不能接受你在工作当中与别人形成社交的这种密度和强度，还有时间上的投入。另外，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有一个心理舒适区啊，这个心理舒适区要特别强调一下。就你们2个人，这个心理舒适区的解释就是，
我们不会因为我们之间的关系发生变化了，我们就会自动调整我们之间相处的模式。我们的心理舒适区是，就算关系发生变化了，我也要用我熟悉的交往的那个习惯，把变化的关系变回原来那个样子。所以你们的离婚对于你们来说没什么意义，你们还在用原来的模式套用现在的这个关系。另外一点我要讲到的就是体面，你们有没有想过，你们的这个体面哈，一个想跑，一个说你回来，我们维持一个看起来完整的家。你们真的在传达给孩子的，在婚姻当中的一个印象是一个不停的跟踪，一个不停的询问，一个说我拒绝你，我就是瞧不起你，我觉得你这种事情把我弄得已经很心烦了。但是为了孩子，我们好歹也应该把这个证领回来吧。你们觉得你们到最后给大家呈现出来这个婚姻是一个体体面面的婚姻吗？你们还想在别人面前说我们这个婚姻是完整的？你们在婚姻关系当中的这种混乱，你们到底在教给孩子什么？其实这个关系对于先生来说是有一个盼头的，就是等老二18岁的时候可以离开这个家，有一个期限的。但对于你呢，我觉得你就是没有遇上更好的人。如果你但凡遇上一个更好的人，你都不可能说在这段婚姻当中或者在这段关系里继续将就。但是我们再退一步讲，你能遇上更好的人吗？如果我们退到这一步讲，我觉得你们应该重新考虑一下，在这段婚姻关系里，能不能除了冲突以外，还可以选择一些可以达成共识的妥协。只有这样，这个婚姻才叫体面。先生，我给你讲讲他的逻辑啊，因为他过40了嘛，在前20年的你们的相处过程当中，无论是婚姻中还是离婚不离家的过程当中，他其实在你这儿是非常有安全感的。他想怎么作，想怎么造，想怎么花里胡哨，他都知道你给他兜底儿。随着容颜的老去，随着年龄的增长，女性慢慢会有不安全的感觉。她怕你跑，她也知道她自己作，她也知道她这样了，再也找不着一个男人像你这样的。她也知道她这样也就你能收着，人家隔壁家老王才不等她回家呢。哪个男的受得了自己老婆和别人一聊天，一天打10几个电话？换成其他稍微要点脸面的老公早走了，你爱跟谁打10几个电话打去吧，别给我打了，咱俩反正也离婚了。他现在不敢了，他不敢不是因为他爱你了，不是因为他觉得孩子需要一个完整的家了，是他觉得再过10年他在外面也花哨不了了，好歹家里还有个老头子，那张纸还约束着你们的关系。这个女人聪明，但特别自私。你真的好自私啊，好自私！你的婚姻生活当中，包括你的2个孩子，你们的相处，你心里一大坨都是你自己。正常的两性关系是，我有了他之后变成了我们，至少我们各自占一半，你根本就没有。你怎么舒服怎么来。年轻的时候你漂亮、聪明、能干、会赚钱，人缘好，朋友多，你肆无忌惮。你现在也担心啊，我这样混还能混多久？以后我60岁了，能不能是麻将圈里那个老王哥还说想你的妹儿啊？不行了呗。但我觉得你想领这个结婚证，说明你还稍微现在清醒了一点，看清楚了形势，看清楚了局面，谁能真正陪着你？谁能和你支撑起一个未来我们人生几10年的旅途啊？不也就这个男人吗？所以我建议啊，如果老公提的要求不过分，你又想把这段婚姻或者自己未来几10年的人生和这个真的能够给你兜底的男人携手，咱就得调整。如果你觉得我这辈子就是喜欢这样，我麻将场上过一生啊，我这个交际圈里一生一枝花，您随意。婚姻咱就别要了，至少和这个人的婚姻咱就别要，不能既要又要，那就什么也要不到。男生不要给他下条件，你现在这么去跟他要求没有任何意义，因为这个婚是白离了，就是换了一张纸而已，其他所有的关系都没有变，对吧？你也没有想过说去外头去再找一个新开启一段恋情，有没有？暂时没有，暂时没有，是因为他对你还没死心。但你的表现看了7年，没有任何的进展，没有改观，所以说此时先生应该收回你的所有的承诺，以及所有的管控，不要去管他了。为孩子，您就多在孩子身上
花时间，为了自己您多付出事业。您看看，没有人管他，他反而心里没底儿了。一方面，其实你是烦先生的这种管控；一方面，你又觉得越管控，其实你越踏实，因为就在惯你的，纵着你，对吧？所以现在就不管你了，不问你了，你慌了。我不知道为什么在这个时间节点你要提出复婚的这种想法，一定是有些迹象表明，他可能不那么再管你了，你慌了，你玩不了了。所以啊，女士，咱得真是看清形势。他完全可以找到一个更好的，可你呢？如果你真的是对自己负责的话，跟先生如果没有感情了，那就说清楚，好不好？我们现在做好孩子的妈妈、爸爸之间的相处模式。我的建议很简单，先分开，先拉长距离，才能看清楚很多事情。先把不该给的钱收回，不该住在一起的咱就搬出去。如果我们真是男女朋友恋爱，我们先试着去恋爱，别说复婚，我们试着谈一谈有没有共同感觉，你的心愿不愿意在这个男人身上多花一些，对不对？如果我们理清楚这件事情了，再来做决定，但前提一定先分开。做咨询10多年了，你们这种情况见太多了。就是第一点，我听到你有说到，说客户在的时候，如果接他的电话会觉得很没面子等等。首先，我不觉得跟客户聊的时候接家人一个电话没有面子，几分钟够说清了，1、2分钟足够。而且如果你的客户连这1、2分钟都等不了你，那他本来可能就不是你的客户。所以要把这个重心往家里稍微偏移那么一点点，最起码在这个时候。第二点我想说的是，其实监督也是一种爱。如果有一天他就不管你了，死活都不管你，你去哪儿也不联系你，我相信你心里也会有失落的。第三点啊，前夫哥，抓得太紧真的会让人窒息的。要么你就后面给自己一段时间，你找到证据，你就找出来证据，干脆就让自己死心；要不然你就试着收起一下你的怀疑。其实你们2个人还有一个核心的问题，没有分清楚定位的问题。可能像一般的家庭男主外女主内，但是对于你们的性格而言，可能女方更适合做一些对外的社交，男方可能更适合操持家里面的一些东西，可能这是性格上而言的。但是你们2个人就这一点没有沟通好，导致你经常想往外跑，而你的老公他总想把你往家里去抓，希望你往家里用更多的时间。所以最后给你们一个建议啊，你们可以先试着分开1个月，或者分开一段时间。离婚不是都有离婚冷静期吗？咱就来个复婚冷静期，感受一下分开的那个状态，想一想，想清楚到底是想在一起，还是想以后都分开，这样给自己一个交代。好，谢谢西大。如果大家也想找西大来解决情感方面的问题啊，有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就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搜索西大啊，然后添加关注。那您只要回复"爱情保卫战"5个字，就会得到粉丝的一份礼物，那为您的爱情来保驾护航。好，那2位老师们建议你们去认真思考一下啊，咱也听听这对小情侣他们的情况，好吧？好的，来，请坐。本期第2对情感嘉宾小张，25岁，来自沈阳，学生；彤彤，21岁，来自沈阳，学生。那么，他们又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日常开销如何划分？所有都是我承担，我都砸锅卖铁的养他。他太抠门了，天天跟我哭穷。你觉得谁更包容对方？那我呗，他就是个作精，他天天拿分手说事儿。那当然是我了，他处处跟我作对，故意整我。你希望对方做出的改变？别这么妈宝，没事就跟他妈告状。他能不能不这么算计啊？多考虑考虑我的感受。一个说我砸锅卖铁给他花钱，一个说他抠门抠得要命，简直对对方的这个评价都到地板下头去了哈。他就是个作精，就是个妈宝，从来都不考虑我的感受。前一段时间放假了，一回家直接就放飞自我了，天天吃什么东西，炸鸡、可乐、奶茶、麻辣烫，然后这些东西他都转过来让我直接给他付。哦，他人代付。对，我付完之后吧，这老吃这玩意儿能有好吗？没过2天他就胃就疼，那天大半夜就领他上急诊了，
后急诊大夫说你这只能观察观察呀，这胃镜也做不上。然后我就复议大夫，我就说一句，你看着没，你都是吃那玩意儿吃的，你少吃点那个什么破奶茶、破麻辣烫了。他就不乐意了，当着急诊大厅那么多人，那么多病人，直接就跟我喊：我吃点麻辣烫，喝点奶茶怎么了？你如果没有跟医生串通好，那他怎么知道具体的是我吃麻辣烫了、喝奶茶了才导致我胃疼呢？你就是不想给我花钱。我至于吗？吃点那些东西，我还至于跟医生串通好吗？他其实是有前科。以前我们俩处对象的时候，他总是在结账的时候故意表现肚子疼、难受，去逃单让我买单。说出来都可笑，怎么可能是这样？一吃饭就点一桌子吃的，然后他一个尝一口、2口，或者压根儿就不碰了。有些，那我女孩吃的少怎么了？那你还说别浪费？那我啥都吃，凉的、热的，那吃完谁肚子能好啊？那你为什么非要挑结账的时候上厕所？什么时候不能上？那就赶到那儿了呀！而且也不是我每次都在结账的时候去呀，我们相处1年多，都是我请客啊，我买单呢。哎，这是实情吗？他请客他买单？大多数情况下是他买单。但是他那2次也不是能说2次吧，也得有5、6次，他就总是去挑结账的时候上厕所，就是不想花这个钱啊。那不就是让你买2回单，你不乐意了吗？心眼小的。还有其他的事儿能证明你是给他花钱了，你不抠门吗？就是日常家里的开销几乎都是我出，大到家里添这个物件啊，买个什么东西，还有小到他吃点饭。还有他喜欢的小物件，什么耳环呐、手镯啥的，全是我给他买。正常吧，我学校连生活费，再带着我兼职挣点钱，1个月5000块钱，就都给花在我俩身上。我身上我自个儿单独的什么都没有，5000块钱对于一个学生来说他已经很多了，他还不满足。然后有1个月啊，啥都要，那我就是没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我啥都给他买。买不起了就花呗，哎呦，然后一到月底我一看，我怎么倒欠2万多块钱？借钱给女朋友花啊？然后我跟他说省了点，他嫌我磨叽。但是我不明白谈恋爱里给女生花点钱怎么了？如果男生要是没钱的话，那你就别处对象啊。大学生他能有多少钱呀？就是那次我入学奖学金有4000块钱，本来吧我就问他，我说你想要点什么呀？然后他说啥？我什么都不要。我寻思，哎呀，太阳搁西边出来了。然后我俩就商量怎么花。我说这个钱给父母转点红包，咱孝敬一下父母，再请朋友同学吃个饭，咱们庆祝一下。他答应的可好了，说行。然后等这个钱真下来的时候，我就跟他说，我这奖学金4000块钱到了，过会儿一条链接就过来了。我一点给他看，一共4000块，他一个3600块钱金项链就过来了，那我指定不开心呢。何况你前期还跟我商量好这个事儿了，买了吗？他这个钱是给我转过来了。哎呀，你这个除了送项链，这反正把现金送过去了哈，那其他还送人点什么礼物吗？还给我买的包，给我买的香水，给我买的口红什么的。但是我觉得恋爱里面我没有说10块钱，他有10块钱，我让他给我11，或者是可丁可卯给我10块钱，4000块钱我就要他3600，10块钱里面给我花9块钱怎么了？我要的只是这个态度，又没要你钱。您还挺仁义，给他留了400。对对对，态度很重要哈。姑娘，还有别人追求你吗？啊，之前有，现在有吗？没有。因为我俩这就确定关系了，而且在同一所学校里，大家可能都知道。姑娘之前的感情也是这么进行的吗？我之前没有过感情经历，这是第一次。啊，那谁教你的？说恋爱花点钱怎么了？这是谁教你的呀？我觉得这就是我自己的价值观。我觉得男生他就觉得我应该给他花钱。对啊，你说的一点儿，多少是一点儿？除了吃饭以外的所有钱。点儿是多少数？数是多少？人家说人家不在乎没钱，在的是人家不在乎钱，在的是你10块里给我9块。其实他是捏着他有的那个数去盘算他的那个点儿，就是一个比例。哎，对，就如果以此来证明你是爱我的。你有10块，你得给我9块。如果你要觉得不高兴了，这个时候男生会是什么反应呢？就哄他说点好话呗，然后或者是就一直闹，想吃点啥买点吃的。那次吵架。然后我去哄他，我拿着什么东西去找他来着？啊，他有一次跟我吵架，别人吵架的礼物不都应该是花、气球或者是礼物吗？你不能说口头跟我说和好或者怎么样啊？他直接拿塑料袋拎了4个大苹果给我了，说：“哎，这4个苹果跟你脸一边大，你赶紧吃吧。”这是什么意思？你要觉得我脸大，你就去找脸小的。那花，还有什么气球、什么小蛋糕啊、礼物，我什么没给你买过，那都不管用啊。那是我冥思苦想，我想出来的用那个苹果，而且那个苹果之前他跟我说了，他说这个苹果老大了，可水灵了，它黄瓤的可甜了，
而且这苹果也不便宜啊。我过去找他，我寻思这回该好了吧，这么新颖。他可倒好，直接就更生气了，又跟我发火。然后我就发现了，他其实是想扒我一层皮，他根本就不在乎我买什么。而且他当时看着我生气，为了故意气我，我也不知道是埋汰我还是怎么样，直接当我面把那4个苹果都吃了，还把皮儿吐地上了，说你不吃拉倒，我自己吃。不，你不知道这苹果多好吃，都是他让我吃的。他说他不稀得吃，你爱吃你吃吧。我说吃就吃，我为什么吃啊？我在学校在食堂吃饭我都舍不得，我也饿呀。因为这个苹果馋都饿肚子了。对呀，一次就是哄不好。这个苹果这不行，后来就要个大几百的裙子，但是我本来就够紧张的了，然后我吃饭学校的12块钱的盒饭，我都得合计，我是不是少买个菜，我不吃荤菜了，我停2个月，是不是裙子就出来了？我差你一条裙子吗？我要是你的态度。之前他给我买了一个108块钱的口红，就108，上到老下到小，用语音、微信、电话跟所有人都说了一遍。哎呀，我给他买这个100多块钱的口红，你100多块钱口红，你炫耀什么呀？你怎么不炫耀500块钱的裙子呢？我炫耀的不是咱俩的感情好吗？而且我光给你买过一个这么便宜的口红吗？贵的口红、香水、包、什么玩偶，我什么没给他买过。除了钱上你不满意，姑娘哈，你们其他的这个感情啊、平常相处啊，这个满意吗？还不满意，也不满意，咋了呢？我还不满意呢。比如说呢？我就乐意打篮球，给我扼杀了，不让我打。然后有一回我就偷摸的找同学去玩了。那你为什么要偷摸去找人玩？不是，那为什么要扼杀他打篮球呢？就是让我陪伴呢。因为我觉得，如果谈恋爱的话，2个人还要什么私人空间，就应该黏在一起呀。我可以放弃跟我室友、跟我闺蜜出去玩的时间，你的世界就应该围着我转，我世界应该围着你转啊。他就觉得我不该有爱好，我应该断绝一切社交，我就得陪着他，围着他转。就那回打球，我刚到那没玩一会儿，他就直接气势汹汹就下去了，当着我那么多朋友的面，薅着我的耳朵，搂着我的衣领子，就给我薅出去了。那让我有没有面子呀？那么多人呢。然后还有我们去丹东，然后我有朋友在那儿，跟我好几年没见了，想跟我吃点饭，多待一会儿，他就不干。我们一说话一聊天，他就在旁边打岔。我想吃那个，给我夹个那个呗。扒拉手机，跟他说：“哎呀，一会儿去这鸭绿江断桥，一会儿我再去那个什么安东老街，我要去打卡去拍照。”我去之前提前都跟你说了，那是我计划好的。那计划赶不上变化呀！我那个朋友看不下去了，央求他说：“兄弟媳妇啊，那个咱多待会儿，多吃会儿，挺长时间没见了，确实想。”然后他没干，死活不干，拉了个脸，搁那补上妆，拍搭的，然后把车都叫好了。为什么不愿意跟你朋友一起出去？是因为我有阴影了。他以前有过前科，我当时跟他一起去露营，在20多个人面前，他把我骂了一顿。当时这20个人里面，我只认识他。我出发之前跟他说了，你要照顾我一下，给我夹菜什么的，不要让我太尴尬。我没照顾你吗？那不是我要求的吗？你主动了吗？他当时到那块以后，就让我自己一个人玩手机。我说你如果让我在这玩手机，我为什么不回家玩啊？然后我就不是很愿意。我合计那尊重他一下吧，毕竟都是他的朋友，给他一点面子。我就去卫生间了，他就不乐意了，说我等你这么长时间，这么热，这大包小流的，你让我在这等你啊？10个人都拉不住他。那是这么回事吗？那天我们约好了早上9点，我朋友来接我俩，然后他可倒好，化妆。然后画一会儿，躺一会儿，画一会儿，上个厕所，来来回回好几次。我说你快点，他就不干。他说你要是着急的话，你先去吧。2个小时，我朋友在车里待着，那大夏天30来度，虽然有空调，那也难受啊。我俩一上车，我朋友也不高兴，也有点撸撸脸。他搁那嘎达也摔打也狠搭的，我得哄这个，还给那个赔不是。我夹在中间，我里外不是人。然后到露营地吃饭，就我们这帮朋友聊天，他加入不进去，带着他也嫌没意思，就自己玩呗。然后就像个宝宝似的，让我给整这吃整那吃，我就差嚼碎了喂他嘴里给他咽下去了。然后吧，走的时候就是跟我一个朋友一块走的，然后也没管我，因为我说在那等他了，他也不干，有说有笑的。那我那个朋友是长挺帅，是个飞行员。他那天我就瞅他俩人有说有笑，他嘴都咧了后耳根了都。我笑的也没有那么邪乎，就是因为那是礼貌。跟他一起走路，我跟他关系稍微好一点，也能表现他跟他朋友稍微好一点啊。你觉得我会跟你兄弟在一起吗？你是自卑吗？我上哪儿找自信去啊？平时生活中就各种挖苦我、贬低我、埋汰我，我哪来的自信呢？还有之前有一件，就是特别恶劣的事儿，因为我俩冷战，后来我去找他，没理我。然后我就在寝室待着，我就接到电话了。我朋友跟我说：“你对象怎么跟着别人一块吃饭走？
然后当时我就懵了，直接撂电话就去了，正好给逮着了，跟一个男孩搁那俩吃饭，有说有笑乐呵的，我就懵了，我这气不打一处来，我说你啥意思啊？这么着急吗？咱俩还没分手，你找下家吗？我当时确实是找了一个男孩故意气的，吃了一顿饭，也发了个朋友圈，但是又没发生什么。而且你那是和好的态度吗？咱们俩冷战了10多天，他最后给我来一句说该和好了吧？我是欠你的吗？你让我和好我就和好啊？那和好没呀？没有，他让我给他道歉，但我想我凭什么道歉呢？我也没什么做错事儿，因为是那次我们吃饭，因为平时吃饭吧都是我把方便筷子掰好，把刺儿刮掉，然后再给他。那天我特别饿，我就先吃了呗。然后他说：“那你自己吃吧。”扭屁股就走了。那你为什么不哄我？你这不属于激化矛盾吗？本来我就挺有气的，你干什么还让我哄你啊？而且那阵儿就是不怎么联系前，他跟他妈告状，说我什么事儿都不行，就看不上我。我觉得我说的没有什么问题，他就是让我委屈了，就是像筷子那件事儿。我觉得这就是落差感，细节见人品。你可以从刚开始到现在一直对我好，那为什么前期一直给我磨筷子？为什么到那天突然就不给我磨了？你就是不爱我了呀？谁没有个饿的时候啊？不爱你了，你跟你妈妈说，你妈妈怎么跟你说的呀？当时他跟我说你们俩都这么大了，说自己处理吧，然后说小张也挺好的，让我别那么多事儿。他其实还是比较偏向那这不是好事儿吗？人家小姑娘找妈妈说，向妈妈批评了他一顿，开始是都不错，但是他总是添油加醋啊，总是搁那颠倒黑白。就那回晚上有点不太乐意，然后走道的时候就没一块走。当时是快11点12点了，我们俩吵架了。那吵架了，这就属于触碰到我安全底线了呀！你把我生死直接就置之度外了呀！你应该当时直接就去拍我，跟我说，哎，有什么事咱俩回家说吧。那么黑的天，方圆10里以外一个人都没有，我不给我妈打电话，我找谁呀？谁保护我呀？我就在你后面看着你呢。那你为什么不过来拍我？那你也没找我呀。就那天他直接打电话这么说啊，妈，我跟他干架了，然后他给我扔这眼不管我了，然后晚上太黑我害怕。走道还有流氓，还有酒蒙子要非礼我。我那也不是抱怨，是因为我跟我妈妈关系好。那关系好你就这么说吗？那给我说的是什么东西啊？而且总是这样。开始阿姨对我印象确实挺好，但是她在中间搅浑水，一而再再而三的整。现在就阿姨对我印象我都觉得不太好了。我还搅浑水，那不都是你做出来的吗？你上次还敢当我妈面打我啊？我怎么可能当你妈面打她？不，这怎么回事？是这样的，那天我们俩在家里闹着玩。闹着，然后他就去厕所了。他去厕所，我手欠，我就把灯给关了。关灯之后，他出来了，直接就火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回事，他就往我脸上打，连骂带打。然后我也不乐意了，我说你至于吗？我拉着他的手，我就打了他4个手板。你打的当时声有多大？我妈在那屋都听见了，她觉得自己劲儿小，给我手当时都打红了。哎，这妈妈现在对你们小情侣谈恋爱，也有她自己的看法和态度吧？听听妈妈怎么说啊？我们做了一个采访。没有啊，有可能是我们家彤彤删的吧，因为我也不会弄这些。我前2天还纳闷呢，怎么微信里找不着他了呢？他俩年纪还小，可能2个人，谈时间长了，没有以前的热情了，这也可以理解。俺家彤彤脾气有点急，但是他都是好心。我也知道小张这孩子特别好。我们就这么一个闺女，肯定还是希望她能多让着点儿。有啥事儿还有我们呢，我们会帮着一起解决。哦，原来是这样。我以为就是告完黑状之后，阿姨也看不上我了，觉得我都是装的。然后那天我看朋友圈啥都没了，我以为是阿姨给我删了，原来都是你删的呀。这妈也是操碎了心呀！哎呀，还说了有什么问题，妈陪你一起解决，一起面对哈。那你们有什么对未来的计划吗？本来，我爸在老家已经给我找好一个工作了，然后也是就是挺好的这个铁饭碗，但是呢，他就想在沈阳发展，然后我挺念着他的，当时我就寻思这也挺好，但是呢，现在这个情况我就不知道我还要不要在沈阳待着了，所以我就有点犹豫，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了。我其实没看出来他哪纠结，如果他这样的话，我也在考虑要不要分手。他一点都不包容我，那以后结婚不得欺负死我，不得欺负死孩子呀？哎呀，也没那么严重哈，但是你们俩确实这火药味十足，谁好像那个脾气都挺大，听起来好像男生做的并不少，
但女生呢也并不满意。其实我这个老弟做的真挺到位的，每个月4、5千块钱一大半花给这个老妹儿身上，做的就挺好了。而且他还说他那个奖学金哈，他还想到说是给父母发个红包，这说明啥呢？他对老人嘛很孝顺，真的是性格挺好的。我很理解这位老妹儿她那个心里的感受。可能作为一个女孩来说啊，渴望那个我的另一半对我包容一些，对我好一些，对我宠爱一些，这个我是可以理解的。毕竟我也是女人，希望我的另一半对我这有此宠爱，因为他就不给我买这些东西，所以说我特别能理解他。但是有些时候要求的有点高了，毕竟2个人过日子，他是一个上学的年龄，他没有那么太多的钱，花的都是父母的血汗钱。如果说是我儿子这么花，可能是说当老人心里可以理解你交女朋友这个事情，但是以后你们2个创业了，有能力了，是不是？你怎么花都行，也要考虑，老人的这个家里这方面条件吧。我没觉得他们俩在谈恋爱，我倒觉得你俩是在花钱买东西，买了东西到底是啥？可能你们认为是爱，但是我认为男生买的是别人的面子，女生买的同样也是别人的面子。108的口红买完以后，让所有人都知道你对他有多好，有意义吗？我认为没有意义。恋爱如果全是靠钱来堆起来的，那这个恋爱但凡没钱了，它就会破裂。这不就是你担心的吗？如果我一旦没钱了，那他是不是就不要我了？如果我一旦工作不好，如果我一旦没有发展了，他是不是就不要我了？因为我供不起他的物质欲望。我现在是个学生，1个月就得花5000。那如果我是个上班的，1个月我赚不了1万，赚不了2万，那是不是他就不要我了？这就是因为你把爱情物欲化了。对于姑娘来讲，姑娘你也是一样的。你说男朋友就是该给我花钱，谁说男朋友就是给我花钱？如果你认为男朋友就是该给你花钱，那你不就是靠别人花钱买了你吗？等到哪一天他发现有一个比你更好的、性价比更高的姑娘，他就不要你了呀。你把自己当成物品，那他就会把你当物品，物品最终就会被淘汰，因为有更好的物品等着呢。同样，其实我想说一下，姑娘，你妈妈，我不知道你妈妈爱你在怎么爱你的，我只听到你妈妈刚才说，我们家彤彤啊，就是脾气不太好，这是脾气不太好的吗？我觉得你妈妈应该说，我家孩子呀，就是不知道怎么去谈恋爱，就是没有原则，他不知道怎么应该在男生这个地方获得尊重。因为你所有的难受点都在于你男朋友不尊重你。为什么不尊重你？因为他觉得你不值得被尊重，因为他认为你就是一个靠钱就可以摆平的女生，所以但凡你生气了，他会从给你买花，给你放气球，给你买小蛋糕，到最后4个苹果。所以我不认为你们俩这段恋爱叫恋爱，我倒认为你们俩应该各自想想你们未来的人生应该怎么走。我听完你们2个人的这个讲述啊，我真觉得鸡汤不能乱喝啊！而且，女孩子，你给我的感觉，我觉得你在偷换一个概念，你不是在要让他包容你，你是在要让他无条件的去宠你。但是这个世界上真正能够竭尽所能去宠你的人，只有你爸爸。所以你要的这个关系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平等和保持尊严的摆位。姑娘，你今天看到的是他用自己10块钱当中的9块钱去给你买东西，是他在这段爱情当中竭尽所能的，你要的他都给了你。但你有没有想过，等你认为真的你们这段关系可以到谈婚论嫁的时候，他会不会犹豫呢？但是他为什么还停在这里，想要去和你把这段关系修复了？是因为他其实在等着你能够变得成熟一点，你能够长大一点，能够对你们的未来能够有共同的规划和这种设定，能够和他一起平等的去为了未来去做打算。但是我想问他，等得到吗？你们今天谈的是一段恋爱，但是恋爱归根结底是一场互惠互利的合作。如果你在这段关系当中没有任何合作的这种付出能力的话，这个合作是进行不下去的。你要是不断通过他给你花了多少钱去验证你值得不值得的话，不如先让你在这段感情当中自己先把自己变得值得。我都不知道你们谈钱谈啥呢，我觉得特别可笑。有钱吗？都拿着爸妈的钱在这儿口口声声的说男生你有10块得给我9块，他有钱吗？他的钱是他爸妈省下给他读书的钱，是让你们作来作去的钱吗？你们越界了。如果你能把你们这个逻辑想清楚了，你俩才能真正开始看看就对方这个人咱能不能谈恋爱。你俩根本就没开始谈恋爱，
女生吧，我还多少能理解一点啊。小女孩我就想要这想要那，我就作天作地，反正我妈宠着我。我妈说了，有啥事儿有啥难题都帮我一起面对。大不了我跟男朋友吵架了，夜里边这个黑漆漆的，我给我妈哭诉一通，我回去找我妈去。她不想长大是她的事儿，她作她闹是她的事儿。男生你是咋的呢？你好歹本科毕业了，都上研究生了，你就这么任由她作下去？你就这么纵容他拿着你妈的钱说事儿？你那钱里边有你自己挣的几个子儿吗？你还那口口声声我都给你了，是你的给他了吗？24岁的研究生难道不应该更想一想自己未来要做什么？一个男人要谈恋爱要成家的根本是你自己先立得住啊！我有我的人生规划，然后我找到了一个女孩，哪怕她爱作爱闹，但是我有能力包容她，有能力陪她成长。因为我知道她这么作不是个坏女孩，是爱我在意我，只是没长大。你也没这个能力啊，何况我也不觉得她是爱你在乎你没长大这么简单一个情况啊。好吧，先想清楚人生课题吧，课题大了点，先想清楚我们下一步应该最重要做的事儿是什么吧。肯定不是你俩这作来作去的，一点都不像恋爱的爱情。你们之间感情啊，我觉得特别没有营养，让我们听得特别无趣，都是在买。男生身上还有点闪光点，人家还能得奖学金，现在也成功考研了。而女生呢，此时你面临的重大事件，不是说你应该给我买什么，而是说我接下来应该去做什么事情。你们之间的交流很贫乏、无趣，势必长不了。不是因为今天我没钱了而结束，而是因为我们相对无言而会结束。女生，你有一个很核心的问题是，你不会为别人着想，你不会去感受别人的感受，被惯坏了。当你在面对爱的时候，你不知道如何去爱对方；当你去遇到爱你的人的时候，你不知道如何去反馈他们，你不会爱，这个很致命。也就是说，其实你在跟任何人相处的时候，你多为对方考虑考虑，你才能得到真正对方对你的情感，对你的爱。男生啊，有2个字儿你区别不出来，一个是宠，一个是爱。我们会因爱而宠，但如果只是宠的话，对方越来越不满足，而爱是让对方满足的。你现在就是在宠对方嘛，你不会爱对方啊，所以对方会拿走你90%的钱嘛，对不对？已经知道你根本就没有这么多钱，已经知道你有对这钱有安排的话，对方不知道不懂，所以说你给满足不了的，永远满足不了。直到有一天你觉得筋疲力尽，我说对不起，我太累了，你就撤了。爱要学会说不，就像刚才严老师说的，你要学会让对方成长，因为你毕竟比对方大3岁嘛，你得引领对方，让对方在你身上找到闪光点，而不是完全榨干你最后那点金钱，是不是？所以说我觉得你们俩先审视一下自己的恋情嘛，自己的缺点是什么，去调整，也许还有机会，因为你们还小嘛，干嘛像我们这些老人跟你们说，哎呀应该怎么去爱，怎么去结婚，你们离婚姻还远着呢。先学会怎么去爱，如何去爱。首先我想恭喜你们，好消息是可以在一起一辈子，但是坏消息是这一辈子可能是不幸福的。为什么？因为你们每次其实都会吵，然后每一次吵的时间，我给你们推演一下，后面的逻辑是你们每次吵的时间会拉长，因为女方每次吵架的时候你是有一个期待的，你会期待男方做出几点的行为，你心里是有一个预期的。虽然随着时间的相处，其实男方会知道你想要的东西是什么，或者你有一些什么样的预期，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你们争吵次数的增加，他是不愿意去满足的。我换一句话来跟你们说，就是会心累和内耗的，你们耗在一起下去，如果这个模式不改变，是不会幸福的。第二点呢，我想说，其实每个人啊都会有自己的爱好，但是你们之间可以找一个折中的方式。比如说他的爱好是很喜欢打篮球啊，但是同时呢你又很希望他能够时时刻刻陪着你，那么你们看一下能不能培养一个共同的兴趣爱好出来，取一个中间值，这样又可以时时陪伴，又可以有一些共同的爱好，然后2个人一起去生活，这样可能是一个更好的状态。然后关于你们2个人，每个人都有一个我认为真的做得很不好的地方。先说男士的，一起去露营的时候，
女方说的是你故意不照顾她，但是咱不管她怎么认为故意不故意，咱们就应该在那个场合照顾好她，无微不至的，因为那个场合都是你的朋友，她没有认识的人，她在那个场合是很失落的。然后同时你女朋友的点，她又是很需要时时陪伴的那种，这时候还会放大她的情绪，接下来你的日子也不好过，然后还是会吵，再循环。然后女生吵了架了，好，找别的男生吃饭。啊，我跟你说，你是挺聪明的，这招确实有用，但是它有用的次数有限，而且它是以消耗和透支你们未来的感情为前提的。再继续几次，他可能真的会受不了，真的会走。所以希望无论如何以后不要再用这种方式。我希望你们两个人真的能够好好坐下来，坦诚的彼此真的交流一下自身的想法。你们的交流很多，我都听到的是基于事情上的。接下来不要，给你们个建议啊，不要聊事情，因为在事情上你们两个人的认知就是不一样的。不聊事情了，聊感受。我能感觉到你们彼此是相爱的，所以你们彼此一定会愿意照顾对方的感受。如果能够把这点做好，你们在一起可能就不是吵一辈子。谢谢西大。如果电视前观众朋友呢也想找西大来解决情感问题的话，有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可以找到他，就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搜索西大，然后关注。那您只要回复“爱情保卫战”5个字呢，就可以获得粉丝的专享礼，为你的爱情来保驾护航。那接下来回到我们的门后思考一下啊，看看你们是选择出来，咱就好好过；不出来，咱就彼此祝福，好吧？请回。我们不设限啊，尤其这第一组，你说复婚可能也不现实，你说别复婚了，你也有他们自己的选择，分不开断不掉。哎，还真是。登录抖音搜索“爱情保卫战”的抖音官方号，那在每天晚上的8点到10点呢，我们会有情感导师啊在现场坐镇。那如果您有问题的话，也可以啊有机会和我们的导师进行连麦，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好了，那这第一组这离婚不离家的，算2口子吧哈，男女朋友。看看他们的选择吧啊！来，请开门。走了。哦，哎，这个我真没想到啊。就这女的态度很坚决，我这辈子就这样不改。也许他们选择了听大家的话分居了。对，就是其实而不是说此时此刻啊，我觉得复婚有点草率，对，所以说分开一段时间是正确的选择。哎呀，主要是要考虑清楚要什么，对，给孩子提供什么，是吧？行吧，他们的人生路让他们自己去走了。看看我们这对小情侣吧，他们会做怎样的选择呢？请开门。会在一起。别走了，没有了，吓一跳。所以你看，年轻的这个爱情哈，哎呀，这女生终于笑了，哎，出来了，笑了。那10块里边的9块，咱就不都要了吧？啊。这回改了，改成什么了？要8块，改成就是看他经济状况，我也不都要了。也愿意就是说，给父母啊，还是给亲朋好友啊，就是该用是该怎么用，那个他会听我的意见，然后我们俩一块商量。你们俩最大的任务是携起手来一起成长啊，其他的慢慢来，攒钱、攒能力、攒营养、攒知识、攒成长，好吧？哎。来抱一抱吧。哎呀，这想的呀，哎呀，好了，回家抱吧。哎呀，这个你偷偷说了个啥呀？他跟你，姑娘，你俩跟他偷偷说了个什么呀？他刚才说他爱我。哎呀，就说好的，继续努力吧，好好生活哈，拜拜，谢谢老师，好好学习啊，把自己的这学业安排好哈，再见。爱情是各种形式的，但是无论是哪种形式的爱情，希望大家都能幸福哈。那也感谢我们今天5位聊一谈的老师，也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收看我们的节目，我们下次再见。